就在前2天，1月7日，美国人在冰岛附近的公海上干了一件让全世界军事观察员下巴掉地上的事儿。美军特种部队在俄罗斯核潜艇就在旁边虎视眈眈盯着的情况下，硬是把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油轮给劫了。没错，你没听错，强龙硬压地头蛇。美军特种兵竟然空降核潜艇保护圈，上演了一出北大西洋的大戏。要是搁在冷战那会儿，这基本上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2.0 的前奏了。稍微手一抖，咱们现在可能已经在捡瓶盖了。但这事儿不仅发生了，而且美国人还把船给拖走了。俄罗斯那边除了在杜马里喊着要扔核弹，现场竟然没敢动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艘船到底装了什么宝贝？美军为了抓个走私犯，至于动用只在好莱坞大片里才出现的全明星阵容吗？咱们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月7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北大西洋的风到底有多喧嚣？地点是靠近冰岛和英国的公海，这地方风高浪急，平时除了捕鱼和路过的，鬼都不愿意来。但那天晚上主角登场了，一艘叫马里内拉号的游轮，这船听名字挺洋气，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缝合怪。它以前叫贝拉湾，长期混迹于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的港口，属于那种保险公司看了摇头，正规港口看了关门的影子舰队成员。这天他正满载着石油，哼着小曲儿在海上飘。为了保平安，船长干了一件很机智但又很作死的事儿。他在船尾挂上了一面硕大的俄罗斯国旗，并且在船舷上用油漆匆匆忙忙刷上了新名字。这意思很明确，看清楚了啊，我是5常之一的大毛家的船，谁敢动我就是动俄罗斯的领土。而且这船长心里那是相当有底气，因为据情报显示，就在这片海域的水下，有一艘俄罗斯海军的核潜艇正在伴随护航。这就好比你开着一辆套牌的出租车运私货，但你的后备箱里坐着个拿着 RPG 的保镖。按理说交警就算看见了也得掂量掂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发个罚单制裁一下就算了。但美国人这次那是相当硬。当天晚上，这片海域的空气突然凝固，首先出现的不是海面上的巡逻艇，而是头顶上的轰鸣声。这声音对于许多国家的士兵来说，那就是死神的丧钟。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暗夜潜行者，开着他们标志性的 MH-6M 小鸟直升机出现了。这玩意儿看着像个大号蚊子，但在特种作战里，它就是最锋利的手术刀。与此同时，万米高空之上，一架 AC-130J 幽灵骑士炮艇机正在盘旋。这玩意儿是什么概念？它就是个会飞的火药库，上面装着30毫米机关炮和105毫米榴弹炮。这配置是来抓走私船的吗？这一套阵容打个小国首都都够了。紧接着，经典的一幕出现了 ，MH-6 悬停在油轮甲板上方，连起落架都快蹭到栏杆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种兵，火力军盲猜是海豹6队，混编了海岸警卫队的 MSRT， 直接锁降跳帮，控制驾驶台，按住船员，切断通讯，一气呵成。这时候最尴尬的就是水底下那艘俄罗斯潜艇了，动还是不动？动吧，头顶上 AC-130J 的火控雷达可能早就锁死你了。你敢上浮或者开鱼雷盖，那一发105炮弹下来，潜艇就得变铁棺材。不动吧，眼睁睁看着自家名义上的船被美国人开走，这脸往哪儿搁？最终，俄罗斯潜艇选择了忍，于是马里内拉号就这样连人带船被美国人打包带走了，留下一地鸡毛和俄罗斯外交部愤怒的咆哮。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美国人是不是疯了？为了抓个走私石油的，至于冒着跟俄罗斯开战的风险吗？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是影子舰队这个问题了。这几年，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搞制裁，搞得那是花样百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让你好好卖油，尤其是对俄罗斯，搞了个什么价格上限。俄罗斯一看，行，你不让我用正规船运，那我就搞黑车。于是，全世界各地那些快报废的、没有正规保险的、注册在什么不知名岛国的破油轮都被收集起来了，这就组成了庞大的影子舰队。他们平时关掉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海上玩幽灵漂移，或者把2艘船靠在一起，像倒腾地沟油一样在海上过剥石油，把产地洗白，然后卖给买家。这生意太赚钱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输血管；对于委内瑞拉来说，这是续命钱。美国人以前怎么治这帮人呢？主要是文斗，也就是制裁你的公司，冻结你的账户，警告保险公司不许给你投保。但这手段有个问题，它不痛不痒。你封了一个空壳公司，我明天再注册10个。到了2026年，特朗普政府显然是失去了耐心，他们的逻辑变了，我不跟你玩金融游戏了，我直接抢你的船。这就好比交警以前只贴条，
现在直接上大吊车把你的车拖走，顺便把车里的货充公。但是这有一个巨大的法律 bug， 公海航行自由，你美国凭什么扣别国的船？这就不得不提这次行动中最骚的操作——法律魔术。俄罗斯方面现在的反应非常激烈，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阿列克谢·朱拉夫列夫甚至放话，我们应该用鱼雷击沉几艘美国船，甚至考虑动用核武器原则。俄罗斯这话听听就行，毕竟他们放狠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从国际法角度看，俄罗斯的愤怒是有理由的。马里内拉号当时挂着俄罗斯国旗，根据国际海洋法，公海上挂着主权国家旗帜的船只，这块甲板就是该国的浮动领土。美军登船理论上等于入侵俄罗斯领土。那美国人为什么感动？因为美国海岸警卫队用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逻辑，你的国旗是假的。美方的理由是，这艘船之前叫贝拉湾，是为了逃避制裁临时改名马里内拉，并且在没有经过正规注册程序的情况下，自己拿油漆刷了个俄罗斯国旗上去，这就是所谓的伪造国籍。既然你的国籍是假的，那你就是无国籍船只。而在海洋法里，无国籍船任何国家的军舰都有权上去查一查，如果发现你在干坏事，那我就有权扣押。这就变成了一个罗生门。俄罗斯说这是我的船，我有潜艇护航就是证明。美国说不，你的潜艇护航只能证明你想掩盖罪行，这船手续不全，就是个黑户，我抓黑户合情合理。这就好比一个人拿着假身份证去网吧，网管一眼看穿把他扣了，结果他大哥拿着砍刀在门口说这就是他真身份证，这时候就要看谁的拳头硬了。咱们再来看看这场军事行动的降维打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俄罗斯都派核潜艇了，美军怎么还敢动？其实美军这次的配置讲究的就是一个过度杀伤。如果美军只派了一艘驱逐舰过去，那俄罗斯潜艇可能真的会跟你玩玩猫捉老鼠，甚至撞你一下。但是美军把 AC-130G 要来了，这玩意儿在海战里是个异类，它通常是打地面游击队的，但在反潜和反水面舰艇的对峙中，它有一个恐怖的优势，长时间的空中盘旋压制能力。AC-130G 可以在目标上空转圈好几个小时，对于水下的潜艇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潜艇要想攻击水面目标，通常需要上浮到潜望镜深度。而在 AC-130G 的热成像仪和火控雷达下，任何潜艇的潜望镜、通气管哪怕露头1秒钟，都会招致30毫米机炮的点名，更别提旁边还有 MH-6 小鸟直升机。这就是一群疯子。第160特种团的飞行员能开着直升机追汽车，在海面上，他们能把直升机悬停的比浪花还低。这种立体包围让俄罗斯的潜艇护航变得毫无意义。你要么发射核导弹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要么就只能躲在水底下当缩头乌龟。在常规冲突的阈值内，俄军在那个局部瞬间是完全被碾压的。这其实也暴露了俄罗斯海军目前的尴尬。水下力量尚有一战之力，但缺乏把水下威慑转化为水面控制的能力。这事发生后，很多人只看到了热闹，没看到门道。这一把美国人到底赢在哪儿？这次扣押行动不仅仅是抓了一艘船，它是美国对全球影子舰队的一次打击测试。首先，它打破了潜艇护航的神话。以前大家都觉得只要俄罗斯军舰在旁边，美国人就不敢动。现在美国人用行动证明，只要我不承认那是你的船，我就敢动，而且我赌你不敢为了这艘破船跟我开核战。其次，这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成本，这才是最狠的。你想想，如果你是个船东，你以前觉得挂个俄罗斯旗就安全了，现在一看，好家伙，挂了旗照样被抓，连人带货全没。那你下次运俄罗斯油得收多少运费？保险费得涨多少？船员敢不敢去？这又从根源上掐断了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利润。最后，耻辱效果拉满，在公海上当着你核潜艇的面抓你的人，这对俄罗斯的大国形象是一次重击。普京政府如果不做点实质性的军事回应，那国内的强硬派肯定不答应。这事儿完了吗？肯定没完。美国人把船拖回去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判。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场子必须找回来。咱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接下来几个月，在波斯湾、在黑海，甚至在加勒比海，可能会发生针对西方商船的莫名其妙的事故。既然你能扣我的无名级船，那我也能扣你的间谍船。这种海上治安战的升级，对于全球贸易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我们来说，2026年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最后还是要感叹一句，在这个草台班子搭建的世界里，所谓的国际法有时候真的只是一张纸。当 MH-6 的旋翼风压吹在脸上的时候，哪怕你身后有核潜艇，你也得乖乖举起手来。毕竟口径即正义，射程即真理，这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是一句不爱听但不得不信的大实话。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咱们下期接着聊那些更离谱的战争故事。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